大人，他来了。月亮国行商红罗，须入大雍宁安城安乐坊大服侍示意。这个奸商，接着有点皇族背景，有恃无恐，往来各国间搜罗贩卖情报。在那儿。那封我写给南洞国的亲笔密信，若是被郭允买走，以此告发我通敌叛国，便是摘不清的死罪。大人放心，今日举以部下，定能赶在郭允之前拿到死信。哎，您看看这一块玉啊！哎，来，您再看看这大麦穗啊！不在袖中。哎，小心点！哎，老板，对不起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您瞧我这不长眼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对不住，对不不住。在帽中。毕掌柜，对不住，我给你擦擦这。也不在怀中。一击惊台下。是。来，出去！干什么呢？抓贼！坏人！抓贼了！走开！抓贼了！哎，回来！找到了，信应是藏在碟蟹上那颗珠子里。小姑娘，这是你。拴那儿。这里不能拴吧？我想拴哪儿拴哪儿。你怎样？按照雍朝律例第5篇21条，大夫是眼睛不得拴马，请你迁到马厩。哎，你说个什么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管我！是红罗与下面的商贩起了争执。关你什么事？卖你的命！大人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。将红罗引入酒楼即可，莫要乱了方寸。哎，客官息怒！咱们酒楼后边就有马厩，小的这就给您牵过去。客官您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到了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给您盛酒。请坐。客官，请。客官，来点什么？最贵的。嗨，最贵的，得嘞，乳羊锅1份。客官，吃乳羊锅怎能不配羊羔酒？尝尝嘛。但这酒可不是这么喝的。
嗯，大人，他戒心太重，不好下手。刚才顶撞红罗的人，可是那卖面的？是。哎，最晚船的牡丹捉了碗面，加个荷包蛋，做好了送过来。好的。您的面，我没有点，滚！您让人点的面。哟，又是你吗？啊！素面2文，加蛋3文，一共5文。找死！揍他！柱子没了！柱子，快找找！快找！啊！封锁酒楼，一个都不能出去！哎，站住！注意！哎呀！客官息怒啊！客官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老大，搜过了没有？哎，我的珠子去哪儿了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，你跑什么？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当然得跑啊！我赶着给人家送羊羔酒呢，这耽误生意。哎，今天找不着珠子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别着急，咱想想办法啊。小伙儿，你不是会破案吗？不瞒您说，前些日子就是他帮着我家婆娘，把我藏的私房钱给找出来了。哎，小伙儿，帮帮这客官。他摔了我的面，我不想帮他。就是那碗面，摔了面之前还有，摔完就没了。摔面的时候丢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丢的。对。当时我光顾着我的面，没留意有人偷盗。可为何偏偏是这时？我进来之前，你起过身吗？我没有啊。我被利用了。我可以帮你。面的确不是你点的，是有人利用咱俩的过节，故意让我激怒你。有人是谁啊？碟蟹给我看一下。那桌客人在哪儿？哦，玉兰桌的客人刚结完账，不知走了没有？是我。但我只是来吃饭的。搜他！不用搜了，珠子确实不在他身上，但他帮了忙。偷珠子的人
是五娘。什么？珠子，镶嵌在蝶蟹上。你要是能坠入太后，坐下会贴到珠子，只有近站起来才方便行动。之后五娘用一根细丝将珠子刮了下来，所以蝶蟹上留下了一道极细的刮痕。是你？不用搜了，珠子已经被转移了。不过你可以检查一下她的手。哎，真是他偷的！协助五娘转移最好的位置，就是你这里。你坐在她身后，最方便下手。失窃的时候，你封锁了酒楼，他却第一时间往外跑，声东击西，让他有时间再次转移珠子。大人，走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丢的珠子吗？你怎么知道这珠子在这儿呢吗？他袖口上的鱼腥味儿，说明他把珠子转移到了一盘鱼中。河鱼杂烧藏不住，清蒸鲈鱼快吃完了，水煮鱼油汤太热，会烫坏珠子。只有鲢鱼的眼睛最为合适。这鱼谁点的？是2楼春光阁。追！哎！马车周长3尺，鱼长4尺，进深3尺，前面路口只能右拐，抄近路追得上。对不住，小张平，这孩子这么着急跑跑的，就是啊，真是要给谁家当小小狗。前面路上过不去了。还来得及。最晚从酒楼来的吧？我相公都死了，我还去什么酒楼？对不住。喂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人呢？
追上没有？没追到。来说。小兄弟啊，今天谢谢你们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说。赔我碗钱，2文。只有碗钱，没别的了吗？面不是你点的，不用赔。什么？热乎的。热乎的烧饼，最后几个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张兄啊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天都黑了。昨儿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儿我结工去，咱俩都早点回家打牙祭吗？我记得。张兄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今天怎么就卖这么点钱？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好好卖面，不要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看人家姐夫，天天卖那么多钱。哎呀，堂堂荆轲世子竟然当街卖面，真是有辱斯文呐！张兄不过因为家中贫困，权且为之。哎，怎么就有辱斯文了？再说了，人西川郡会试考了第3，哎，你们考了第几啊？别理他们。你等有功名在身，这就是自甘下贱。对，士农工商，商为最贱。你们说谁下贱呢？哟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怎么着？士农工商，皆为社稷根本。何来贵贱？你是何人啊？某姓蓝，名爵，字佩之。蓝大人，蓝大人，舜发于全木之中，傅说举于板柱之间。这朝中的大员们，在未入仕之前，亦有当街卖词、破庙存身之事，可不能小看了这市井营生啊！大人说的是，这才是真正地道的简洁。今日多有冒犯，先行告退。您是礼部侍郎蓝大人，晚生陈仇，见过蓝大人。占平，占平，见过蓝大人。蓝大人，你叫张平。这科考在即，你不在家温书备考，却在街头卖面，可是遇到了困难？因为穷。这进京赶考的士子啊，多数由家中出资，你愿自力更生，倒也是难得。我是孤儿。蓝大人，张兄他就是个直脾气，您别介意啊。无妨。既是如此，为何不去官员附身的家中谋一个轻便的差事？你若有意，本官倒是可以帮你推去。你和大理寺熟吗？嘿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没个眉眼高低的，竟还挑三拣四的？本官与大理寺不熟，但是本官的家中正好缺个账房，你可有意？那我还是卖面吧。也罢，本官不强人所难。若是你日后改了主意，可来礼部的官谢询我。本官礼部侍郎蓝爵。
大人，您怎么看？此人会不会是受人指使才有意为之？与我最初的判断无异，只是个愣头青。谨慎起见，再找人查查。是。幸亏大人今日使了金蝉脱壳之计，否则今日素素如松下珠，皎皎似林间月。没想到蓝大人竟然如此平易近人。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哦，哦，今天要不是蓝大人，你被那俩柿子又欺负惨了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在这摆摊，你也不听。这儿客源多，能赚钱。客源多，卖了一天面了，这凳子都没坐过，还客源多呢。不对，陈愁，你帮我收拾一下啊！哎，先生，你去哪儿啊？春光阁里，蒲团并未放下过，说明根本没有人做过。你一直在这飞羽阁里，在这儿看到我跟红楼起了冲突，于是想要利用我。事情败露后，你将我引向隔壁事先布置好的春光阁，又用安排好的马车将我们调走。你究竟是谁？春沙人。春沙人是贡品，逐之未尽。一间酒楼，怎么可能供得起？你说咱今儿运气怎么这么好呀？卖个面竟结识了礼部侍郎蓝大人，这礼部呀可是操持着科举呢。你注意了吗？大府是地面有泥垢，但是蓝大人今天来的时候，鞋面衣摆却光洁无尘。人蓝大人是什么人？当然是坐马车来的呀。但他离开时是步行的。那他回去时，马车去哪儿了？你操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干嘛？我可听说了啊，这宫尚书马上就要致仕了。使劲点，以后科举的事儿全归蓝大人打点。陈愁，我怎么感觉他来面谈有点怪？蓝大人好兴致啊，今天怎么走着呀？散步而已。哈，先告辞了。这次打扫京蛇，只怕下次不太好再动手了。红罗生性好色，美人计尚可以用，安排半月楼的些好姑娘下手。大人，郭允那边会不会有麻烦？他被我支去外地迎小瑞了，预计3、4天才能回来。这郭允未免也太狠毒了，为了争一个礼部尚书之位，竟要置您于死地。若不是他要从红罗手中买那珠子里的密信，也不至于生出这么多的是非。罢了，官场如此，换作是我拿到这样的把柄，也绝不会手软。哇！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只是送礼的，快把蓝府的门槛都给踏破了。可蓝大人为了避嫌，一个都没收。避嫌？既然要避嫌的话，
为什么还要招我去他府中当账房？那还不好，眼下继承侄子，挤不老头想成为蓝大人的门生，可这老天爷把馅饼砸你的头上了，你得好好把握呀。可我就想去大理寺。张兄，我知道你来京城考试就是为了进大理寺，寻找你崇拜的神探木叶生。但做人得现实点吧，这木叶生是谁？他到底在不在大理寺？他写那奇诡夜谈是不是瞎编的还不一定呢。他书里写的大理寺那么的真实，他一定就在那儿，至少他在那儿待过。我跟你讲啊，好好把蓝大人这关系给搭上，你登科就不是梦了。陈超，你不是经常包打听吗？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，蓝大人是否有危疾？啊，大人危疾又犯了，吩咐厨房给您做些暖胃的吧。罢了。谢好姑娘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3日后会将红楼引至半月楼下手，您的生辰宴也定在那儿。那张平查得如何？已经查过了，的确没有什么背景，就是一个爱探案的小世子。大人，刚才后面有个人翻腾咱们院外的污秽筐，形迹十分可疑。他在翻什么？他在翻您泡过的春砂人，不过还未等他来得及拿起，小的便呵斥了他。酒楼的药渣已经清理过了呀。味道，春砂人气味分裂。他现在何处？再高点儿。张兄，你会不会弄错了呀？这蓝大人怎么会偷个珠子呢？所以才要求证啊！你说，万一要弄错了，我们不就得罪他了吗？不查清楚，偷珠的幕后主使，我心里不舒服。那我们科举还怎么办啊？哎。再下一步怎么办呀？查查。站住！是你？大人，坐吧。你们可知，私闯官员宅邸是何罪？根据我朝律法，私闯民宅者，杀之无罪。哎，大人，晚睡们真的没有恶意啊，只是今日见了您之后，钦佩您的为人，仰慕您的风采，故而才来打探您的日常用途和喜好。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方便送礼。3更半夜的来，时机倒是玄妙啊。那不是白天人多眼杂吗？你也是来打探本官的喜好的。大人平日喝茶放春砂人，是有危疾吗？平日喝茶吗？我们平时喝胡人的大叶茶，没那么讲究。
难为你还知道春沙人。不过这是燕山姜，二者形似，但有细微的差别。春沙人分裂，可以治疗胃气；燕山姜偏涩，只是助胃的香料。本官并无胃气，想要借此讨好我，这一步你走错了。张平，卖弄才学，钻营取巧，不是读书人所为。查探本官的喜好，不如专心温书备考。念你二人是初犯，这一次便算了。谢兰大人。大人，不能就这么松柯。大人，真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他没有证据了。上灯。好没好，陈冲？还琢磨蓝大人那事儿啊？3天了，死心吧。你说咱跟蓝大人结下这梁子，得赔个礼才能翻篇啊。蓝大人今晚在半月楼设下了生辰宴，礼我都准备好了，咱赶紧过去，把这关系给缓和上。三兄，那你倒是给个态度啊！哎，江平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每天说10句，你应过1句吗？你每天脑子里想的事情，你跟我说过1件吗？跟你做朋友，我只有天天踩泥坑的份儿。这只，哎呀！陈超，你刚才说蓝大人今晚在哪设宴？这就是8月楼啊！真是太气派了！哎，请跟着老爷出来，当然真热闹，是吧？是。的确是我追的那辆马车。果然是你。咱就快跟上，可别乱跑。站住！邮票。哎，江兄，那便是京城第1名伶谢好姑娘。她跳的这傀儡舞啊，最近可是风靡京城。哎，上面那个阁楼，应该是传说中的天字1号雅间牡丹阁。听说呀，能在这里面的，全是京城最有权势的人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快找蓝大人吧。各位大人都来了。蓝大人，什么时候开席呀？
尚有贵寇未到。啊！我说蓝侍郎，不必再等了。我入朝10年，就没见过宫尚书赴过谁的宴。蓝大人心思之卓绝，礼部那是无人能敌。若不是那出身之事，恐怕早就……宫尚书来与不来，蓝某礼不可失。如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请各位见谅。宫尚书到。学生等候老师多时了，老师肯来赏光，实在荣幸之至。为官之道，清正在德，廉洁在治。老师教训的是。张兄，这半月楼里房间这么多，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呀？分头找吧。张兄，咱今天是来贺寿赔罪的，一会儿你见到蓝大人，你可得好好说呀。再把这个礼送上。快找。好吧，分头找吧。蓝侍郎这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怎么都是些青州小菜呀？是啊。我自入京，再未回过家乡广陵。也数10年未吃过胭脂米了。宫尚书以各位同僚肯来赏光，蓝某荣幸之至。但这区区生辰，蓝某实在不敢劳烦各位。今日一聚，实则另有他意。学生还为老师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请老师笑纳。老夫20入朝为官，江水不浇，今日前来以示破例。若还要送礼，老夫便先告辞了。此物并无俗世价值，还请老师看过之后再做定夺。还请老师看在学生的不面，过目一关。这是从淄川县百姓家中收集而来。当年黄河决堤，淄川的灾情最为严重，老师前往赈灾，活人千万。当地的百姓为感念老师的恩德，灾后新生的婴儿都会留下手印，供于香案之下，以感念老师的活命之恩。蓝侍郎有心，这幅画，老夫收下了。请受学生一拜。你的心思老夫都懂，但举荐你继任礼部尚书，老夫不能答应。老师放心，学生心中有数。干什么呢？找人。找人？找人？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我盯你半天了。哎，别跑！你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人呢？学生敬您一杯。大人，谢好按约定，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蓝大人，又是你！我找到证据了，那日在酒楼偷珠子的人就是你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
本官那儿已经把话说清楚了。那儿在你家没找到证据，想必是春杀人早就被换掉了。但你还是疏忽了一处。大夫是那天，我追上的马车恐怕是你的障眼法。当时我想拿竹竿阻拦，却不小心弄翻一桶红漆，马蹄刚好踩上去。刚才我去半月楼的马厩看过，那匹马就套在你的马车上。油漆到处都有，你怎么就能认定那马蹄上的漆便是那时沾上的？你如此异想天开，本官真应该推荐你去写戏本。大人不必诡辩，偷没偷珠子，你心里清楚。张平，你如此大费周章咬着本官不放，到底是何企图？我只想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。您令我发案，我必须查明白。还有，你要还我面钱。素面2文，加蛋3文，一共5文。你难道就为了这个？不必答对。张平，本官念你是个读书人，不愿你因一时行差踏错而葬送了前程。可你若在无端骚扰，恶意栽赃，别怪本官不留情面。若你囊中羞涩，就当本官捐你读圣贤书了。捐的我不要，我只要赔的。既然大人还不承认，我便继续找证据，把来龙去脉全都查清楚。大人，这，先不要节外生枝，珠子即将到手，谅他也分不出浪花来。你不会已经见过蓝大人了吧？啊，然后呢？我摆出事实跟他理论，但他就是不承认。我只能找出更确凿的证据，让他无法狡辩。呆子，你没救了！你说说你每天想的都是什么东西？跟你说的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干什么？别拉倒他！红罗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谢好小娘子，我还要跟你玩。谢好，刚刚蓝大人提到了谢好。站住！你能不能就听我一回？可惜了我的贺寿诗，我写了2天呢。没事儿，拿到集市上还能卖2文呢。光装裱我就花了10文。那你买贵了，装裱花不了10文。先看戏吧，好不容易从牙缝中提出2张戏票，可不能浪费了。蓝大人，他去后台干什么？蓝大人，谢好。大人，谢好按约定已经把东西放到了后台。红罗，谢好，难道是蓝大人让谢好再次从红罗那偷了珠子，放在后台？所以，蓝大人去后台是为了拿珠子。他是看戏。
这效果也太逼真了吧！通体叛国，百死难赎。今夜此时，昭儿罪行，是谁先一步拿走珠子，留下这字条？这什么戏法？这也太逼真了吧！那不是谢好姑娘吗？谢好姑娘不是谢好姑娘，好像不是戏法。出什么事了？什么人？
大人，珠子已被人先一步拿走，只留了张字条，说今夜要昭告我通敌叛国。那谢好姑娘和戏台上的血书，谢好是代我受过。戏台上发生的一切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。杀的是谢好，针对的却是我。是谁这么大费周章？用意何在？此人拿走珠子，留下威胁我的字条，定知道珠子和里面密信的事。红罗为财，想来与他无关。你派人速记刑部，通知莫文，让他即刻赶来。我这就去办。还有那个张平，他知道太多，不能留下。郭某来得不巧，刚进半月楼，便看到了这出惨案。郭允，他怎么来了？回来了啊！下官刚办完公差，不敢耽搁，便速回京了。工程书也出来了，我先去应付。是。诸位，没想到蓝某的生辰宴上竟发生了如此意外，让诸位同僚受惊了。郭某刚一回京，便赶来为蓝侍郎庆生，不想竟遇上一桩命案。蓝侍郎，你无恙吧？多谢记挂。郭侍郎星夜兼程，特来赴宴，蓝某感激不尽。命案当前，无需客套，快去戏台上看看情况。凶犯手段残忍，此地凶险万分，不如诸位先回府里休息。想必三司会查明案情，给诸位一个交代。可凶手已经说了，狗官就在此，这脏水一泼，咱们一个个都脱不了干系。对，下官赞同郭侍郎，我等必须自证清白。诸位怎么看？诸位大人，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报官吧。报什么官？老子就是官。原来是刑部王侍郎，您来的可真。在这儿，来晚了一步，礼都送迟了。莫文有信了。
兴奋的确是冲着我来的，但此事另有隐情。今夜还要莫问替我遮掩。你我之间不必多言。白鹤带人勘察现场。是。银元审问在场宾客。是。把里里外外的给我搜一个遍。是。刑部办案，事急从权，请各位大人先回府休息吧。慢着，谁都不能走。这上面是什么飞鼠？老夫人，老夫人今夜兴起，轻车简从出来看戏。诸位这礼数就从简吧。是。若没这些乌七八糟的，倒是出好戏。诸位刚才议论纷纷，丝毫不比戏台上逊色。血书是否诬告？若不是，那点的又是谁？王侍郎，你查得如何？回老夫人，臣刚刚赶到，还未及时查明。诸位大臣，可有话要说呀？坦白举报皆可，你免得查出来，罪上加罪呀。什么人？在这干什么？走！放开我！我不是凶手。报，在后台发现一人，形迹可疑。我说了，我不是凶手，我是来查案的。查案？你是大理寺的？不是，我是西川郡世子张平，但是我爱好茶。胡闹！查案有我刑部，轮得着你一个世子吗？你们刚刚不是还没来吗？我在后台发现了线索，你们要是不着急的话，我能再回去看看吗？我看你就挺可疑的，带下去好好审一审。是。慢着，王侍郎，你听听他怎么说。啊，你这既是世子，就应该温书备考，跑到半月楼来作甚呐？我是来……我是来找一个人讨说法的，但是那个人死不认账。后来，便遇到这个案子了。查到什么了？我先查验了尸体，尸体的口鼻内干干净净，没有吸入烟尘，脖颈处可见一勒痕，应该是先被勒死，再遭焚烧的。谢好姑娘被悬挂在台上的时候，头部一直低垂，身体纹丝未动，可见那个时候便已经死了。我还在后台发现2个线索，但是还没来及查完，就被你们的人架出来了。说说。其一，我在谢好的梳妆间里发现了一个圆形的油圈，上面有淡淡的梨花香，和死者最先起火的头部有相同的味道。梨花头油必须用明火才能点着，不可能无火自燃。你怀疑头油瓶被取走与凶案有关？是，凶手很可能靠它完成了无火自燃，但是具体的方式我还没有查出来。
第二个疑点，我在切好的梳妆台上发现了一根这个。这根蜡烛是熄灭的。我发现这根蜡烛的时候，它与其他蜡烛相差2厘，说明是2刻前熄灭的。蜡烛底部有个洞，洞里有些花形的纹路，很像珠子上的雕花。2刻前，正是幕间休息的时候，也就是谢好遇害的时候。这2件事可能有关联。老夫人，此案人命关天，又关乎一众官员的清誉，臣有一事想问问这名世子。准。你刚刚说，蜡烛的底部有一个圆形的洞，可这世上圆形的东西有千万种，怎么说也不能如此笃定，里面就是颗珠子吧？莫非你见过这种纹路的珠子？老夫人，这小世子似有隐情。若有隐情，但说无妨。老夫人，臣有一言。虽不知这世子为何沉默，但若因此导致现场的诸位人心惶惶，无端猜测，实属不平。因此，臣提议，让这位世子也参与查案。一则，他的推断有理有据；二来，看他的性子，也不像会与朝中之人有利益瓜葛。让他参与查案，有利于公正评判此案。我愿意。王侍郎，臣在。案发后，半月楼可有漏网之鱼？已将全部人等控制在院内，无一遗漏。好，务必要彻查到底，看看究竟是何人要亡我大雍。是。这小世子，让他单独查，若有论断，直接向我呈报，事关我大雍声誉。查清之前，诸位就在这儿候着吧，老身也不走了。是。大人，王大人，请您去后台一趟。郭允和张培有何动向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王大人已经派人盯着了。今夜非生即死，只有孤注一掷。教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查案子，你跟我一起吧。都闹出这么大事了，你还想着案子？这命案很诡异，我想查清楚。而且谢好的死很可能与蓝大人派谢好偷红楼的珠子有关系。查清命案就能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偷珠子了。半月楼这么多官兵，也轮不着你来查呀。是太后让我查的。太后，他也在半月楼。莫问，此事的来龙去脉，我已尽数相告。凶犯有犀角珠在手，
一旦朱子者的密信传到太后面前，便会坐视我通敌叛国之罪，百口莫辩。那你还这么淡定？那可是太后啊！都说唐兴天下，名义上是圣上的，实际却是他的。不过呀，这太后既然能钦点你查案，张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前途无量。张兄，咱们从哪儿查起？后台，找谢好的头油瓶，拿珠子杀谢好，放血书，这些恐怕只是一个开端，后面必有更狠的招。凶犯是谁？佩芝心里可有猜测？郭允的嫌疑最大，此人阴狠狡诈，睚眦必报。这次便是他欲从红罗手中买密信。虽说我先前设计将他支至了外地，但他若提前派人到半月楼铺排，趁太后看戏大做文章，也未可知。若要置你于死地，不奇怪。为今至今，只有盯住郭允，抢在张平之前找出真凶，夺回密信，瞒住太后，方有一线生机。张平，我以为佩芝举荐他查案是早有应对之策了。那时我必须先发制人，才能暂且按住太后的疑虑。那你作何打算啊？眼下只有先将他放出，让他无从下手。哎，刑部查案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们不算闲杂人等，我们是被上头钦点查案的。后台不是已经查过了吗？还没查完，我得找到死者的头。查过了，就是查过。再去别处找到头油瓶。佩芝，我已经派人去找那头油瓶了。京城第一神探在此，还怕斗不过那个小世子？莫文，这戏台上有悬梁结构，只有大戏楼才造得起悬梁，上面设有各类装置，可在戏台上吊挂物品。你是怀疑这上面有猫腻？按张平所说，最后一幕，谢好从悬梁上掉下来时就已经死了，那凶手是在何处杀的人？幕间谢好是不在后台的，我在后台也查了个遍，根本没有什么痕迹。难道这凶犯真的是在上面下的手？还有那2道血书，也是从悬梁上挂下来的。林渊，在，把金班主和傀儡师叫来。是。这楼梯够隐蔽的。你们把谢好姑娘放下来的时候，没发现人已经死了？大人请随我来。大人，你看，这演出时我们在这里放绳子，这既看不见楼梯，也看不见房梁上的情况，更不可能看见谢好姑娘。平常都是她在上面准备好了，拽3下绳子，给我们发个信号，我们到她表演的时候便将她放下去了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不过，今天的确有些不对劲儿。这排练时，谢好姑娘在上面挂悬绳，绳子会跟着晃。可是今天，她晃得格外的剧烈。大人小心点。
这就是杀人现场。金班主。啊？谢好死后，凶犯替谢好拽了3下绳子。傀儡师按排练流程将谢好放下。杀人手法是理清了，但这个杀手极其的缜密，没留下任何痕迹。二位大人，小人有一事相求啊。讲，大人见笑了。我们戏班啊的独门绝技，都在这悬梁之上呢，一向不让外人窥见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这梯子的事儿，还有谁知道？这梯子呀，只有我们戏班内部人知晓，这是我们看家的本事啊，绝不外传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凶手就在戏班内部。得立即查找，戏班里有没有郭允的人。走开！这地方你们要站吗？我说这话了吗？行，你搜你的，我们搜我们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搜过了没有？咱们下去继续搜。是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哪找得过他们呀？找到了，大人，完了，瓶子被他们找到了。哎，张兄，空的。是，找到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一滴都不剩。看来无法再去查出人物了。虽然瓶子空了，但还有气味保留，也许能查出里面装过何物。先留着吧。是。有何贵干？两位大人是不是找到头油瓶了？是。怎么了？能否让我看一眼？头油瓶是刑部找到的，凭什么给你看？那是因为两位大人处处掣肘于我。怎么？还指望着我听你的号令？蓝大人，你越是不让我查，就越说明其中有鬼。我知道谢好之死，肯定与你偷猪一事脱不了干系。张平，你可知污蔑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是不是污蔑？你心里清楚。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既然两位大人不让我查，我就叫太和平里去。站住！自己查不出东西就去告状，好意思吗？说吧，想怎么查？继续查头油瓶，破解无火自燃的手法。头油瓶是我刑部找到的，呈堂证供，怎么能轻易易手呢？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那就让我进后台，我查我的。悉听尊便，没人拦你。蓝大人，不管你有什么算计，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到底。莫文，我们必须抓紧了，不能让张平先查出来。我去会会戏班的人。那我去他们房中搜搜，看看有没有与郭允暗中往来的线索。大人，这边的是舞姬，这边的是乐工，所有戏班的人都在这儿。哦，还有一个知夏被吓得发了癫，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不像是装的。属下把他锁在房间里了。找个郎中给他看看，治好了继续问。是。
官现已查明，凶犯就在你们之中。啊！这不是我想告诉你的，是的，就在我们当中。谢豪姐姐平时对我们那么好，是会下那么狠的毒手啊？是认了呢，还是等我查出来？你们自己掂量掂量。这会是什么呀？不说啊，不说那就审审吧。木监时可发现什么异动？这谁知道？幕间时间这么短，大伙儿都得马不停蹄的到隔间换好装才能赶上下一幕。没异动。我们自己换装都来不及呢，哪还有什么心思去注意别的呀？换装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。都在啊，姐妹们一向都是同进同出的。我们是可以互相作证的。自然。大人这是在怀疑我吗？大人，我们呀，都是些娇滴滴的弱女子，怎么可能会去杀人呢？行了，现在把后台也翻遍了，怎么还是没有呢？剩下的头油倒在哪最不引人注意？头油瓶空了，一定是凶手不想让我们查出助燃物，把头油倒了。还有另一种可能，谢好姑娘的头油本就剩的不多。我看过了，其他武器的瓶子都是满的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帮我收集所有武器的头油瓶。哦。都是满的。凶犯把剩下的头油分别倒在这些头油瓶当中，即便被发现了，因为被稀释过，也很难再分辨出其中的助燃物到底是什么。完了，白激动了，我们不就白找了？我有办法了。大人，我们都搜了好几个武姬的卧房了，都没有发现有过于安装马来的证据。大人，查案并非我们所擅长，这么翻来覆去的找，也是两眼一摸黑。朝中的达官贵胄，惯送些名贵之物，讨戏班的女子欢心，想必郭宇也不例外。大人，您看，无非是些保胎散和小产后的调理药。在这半月楼中，这些倒也不足为奇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张兄，你这是？这是我师傅的法子。小时候他用这种方法给我做乳酪吃，将奶倒进瓶子中，这样转起来就能将凝乳还有乳清分离。或许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将瓶子中的头油还有助燃物分离。哎，
那这得轮多少圈？差不多几千圈吧。那这得轮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快了。寒烟姑娘，本官知道今晚的命案是郭侍郎指使你所为。这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想必姑娘在这半月楼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今日本官可以不讲道义，只讲交易。若你把珠子归还于我，或许我可以让王侍郎放你一条生路。什么郭侍郎？韩嫣根本不认识，更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。这琵琶极其名贵，非你借乐师买得起。这琴头是用紫檀木嵌的螺钿，还有这背面，整片都是象牙雕刻拼接而成，每一小块象牙的雕工都非比寻常。还有这上面的情诗，想必也是说出了姑娘的心声吧。今有佳人冠帝京，绛唇素手寂寞耳。金子加上绛唇便是寒，京与耳相结合便是郭。可见姑娘非但与郭侍郎认识，还与他关系匪浅。大人可不要胡乱指摘。我与郭侍郎只是志趣相投，偶尔一同赋诗弹唱罢了。那这保胎伞和小产后的进补药，又是从何而来？若本官没猜错，这便是你与他烛台暗结的证人。堂堂四品大员，竟专戳人痛处，真是卑劣！今夜是太后坐镇，若你被揭穿，你可曾想过，他会为你一力承担，还是会弃左保帅？这是原本的头油，这应该就是添加的助燃物。头油本身不易燃，是不是助燃物一时变质。这应该就是添加的助燃物。头油本身不易燃，是不是助燃物一时变质。贾发，你再说你要怎么做实验啊？寒烟姑娘，蓝某劝你，蓝大人这是为了栽赃，不择手段了。纵然我与郭郎情投意合，又跟杀人有什么关系？连郭允是什么样的货色都不清楚，你就那么为他死心塌地？郭郎是什么人，我不清楚。我在这半月楼中卖笑，纵有一身才情，旁人也只当我是个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玩物。只有郭郎不同，他知我、敬我，用真心待我。就连我怀胎脉象不稳，呕得厉害，他都嘘寒问暖，亲自为我抓药保胎，还叮嘱郎中在药里加入止吐的干姜。若非真心相待，谁会花这样的心思？大人连证据都没有，便在这栽赃陷害。我知你对郭郎积怨已久，但你要的东西，韩嫣没有，大人不必白费力气了。这个韩嫣还真是水泼不进，针扎不穿啊！我俩一路披荆斩棘，被一个青楼女子给强入了。原本以为将他击破，就能拿回密信，揪出过狱，没想到。郭允为人薄情寡义，
又碍于岳父的颜面，不敢开罪正气。他怎会如此贴心，替外室保胎？张兄，这怎么没动静啊？张兄，这到底行不行啊？那是什么啊？看着像个光点。原来是火珠。什么是火珠？水晶做的珠子能聚光聚热。果然，这颗不是火珠，左边那颗应该是被人动了手脚。你分析来分析去是很有道理，可是书上说火珠正午向日，以艾草成之，即火燃。刚才没烧着，是因为光线不够强烈。可是演戏时，走，去找贾老板。眼下张平已经去找贾老板了。放我们出去！什么呀？大人，不好了！刚才有个乞丐送来一幅血书，上面写着“通敌密信，祸心暗藏，子承父业，恬不知愧”。乞丐人呢？他可说了谁派他来的？是个瞎子，只说听声音是个年轻姑娘，让他今夜亥时把东西送来，别的一问三不知。跑了。眼下金吾卫已经被惊动，让我们加强戒备，所有人严加防守。想必太后马上就知道了。大人，没事啊。难道今夜已成死局？子承父业，恬不知愧。说听声音是个年轻姑娘，让她今夜亥时把东西送来。这梯子呀，只有我们戏班内部人知晓。只有郭朗不同，亲自为我抓药保胎，大人不必白费力气。眼下张平已经去找贾老板了。必须得让韩岩开口。哎，小狮子，你小心点。前朝。啊！果然，他们为了制造电闪雷鸣的效果，往火盆里加了火药，光能瞬间变强，再用火珠聚光，光点照在谢好头上，以此实现无火自燃。
蓝某希望姑娘考虑清楚。今夜你怎么说，不仅决定我蓝某的生死，也决定你的命运。这油脂是戏班琵琶师用的护甲油。这琵琶不是用拨子弹的吗？这是新晋发明的一种弹法，不用拨子，用手弹，所以这样子比较容易伤手，要擦护甲油。戏班里谁会这种弹法？整个京城啊，就没几个会弹的，我们戏班也只有一个，是号称琵琶仙子的韩嫣姑娘。去找太后，提审韩嫣。你就是韩嫣，是。把她带走。传老夫人口谕。把蓝侍郎给我叫回来。臣遵旨。是蓝侍郎居然会重走他爹的老路，
真是罔顾朝廷恩典。蓝侍郎，你输了。吕布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哼，当年就不该留他一命。蓝爵，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拖下去，斩了！二位大人，请吧。凶犯抓到了，便审审吧。诸位大人，除蓝侍郎、王侍郎外，3品以下官员一律回避吧。臣等在外等候。待嫌犯含烟。老夫人，这就是嫌犯含烟。张平，案子是你破的，你替老身审审吧。可要审仔细了。韩嫣，今夜你杀害谢好，并用火烛和松枝焚尸，你可认罪？我认。你为什么要杀害他？毒妇谢好，在我水中下毒，想要害死我。我只尝了一小口，便发现水中有异味，苟活下来，可这一小口，却害我小产。可怜我那没出世的孩子，他便这样没了。谢好下毒害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前几日，我撞破他与狗官蓝爵密谋，蓝爵有罪证落入他人手中，便指使谢好勾引那人，趁机取回。我察觉到了此事，他便要杀我灭口。那你放血书又有何意？就是为了影射此事，将他们2人的罪行公之于众。什么罪行？通敌叛国。通敌叛国是大罪，你现在只认是朝廷命官，如有诽谤，你也是死罪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他通敌的罪证就藏在一颗犀牛角做的珠子里。我在后台发现，一根蜡烛底下藏过一颗珠子，是否就是你口中说的犀角珠？正是。现在在何处？我屋中榻下。蓝侍郎，他说了这么多，你作何感想？臣实在不知，这罪犯为何编造如此滔天大谎，嫁祸于朕，还望老夫人明鉴。你丝毫不知，
臣乃罪臣之后，10年前蒙朝廷特赦，才入了恩阁，岂敢如此忘恩负义？南魏蓝侍郎还记得？逆臣蓝脸，通敌叛国，万恶不赦，早已不是臣的福气。臣从此便是大庸之子，愿一生为国，死而后已。老夫人，叛父难同，与君共济。兰爵，你做得很好，下去领赏吧。可是是涉朝廷机密，不能在这儿了。赵兄，怎么样了？韩言说蓝大人通敌叛国。通敌叛国？不过呀，蓝大人父亲当年就通过敌，据说导致我朝跟南同国大战全军溃败。那不是要诛九族吗？他怎么活到现在的？据说是太后赦免了他。哀家今晚坐镇此处，就是想亲眼见证你的清白，但你还是让哀家失望了。来人，将蓝爵押入刑狱司，严加审讯。是。老夫人，臣恳请看一眼这所谓的亲笔信。禀老夫人，这封信是伪造的。伪造？这信中的启字犯了圣上的明讳，臣平日写奏说的时候，都会略去上面的一点。而这信中的启字却是正常的写法，可见是有人故意限口，混淆视听，请老夫人明鉴。老奴记着，蓝侍郎是有这习惯，可既然是写给南通国的密函，那也可能未免暴露，故意为之呢。此信若是微臣所写，又担心暴露，为何会署上自己的名字？这岂不是自相矛盾？还有，这信上看似是臣的字迹，但从纸背上看，这所有的撇都要比那长而有力，可见是用左手写就。但微臣不会左手写字，朝中人人皆知。公尚书在。你与蓝侍郎同在礼部为官，对他的字迹最为了解，且来看看。是。回老夫人，这信上确实不是蓝侍郎的字迹。据臣所知，朝中惯用左手的郭侍郎是其一。记得上次同僚聚会，他酒后兴起，曾当场赠予臣一幅书法，左手书就，臣记忆犹新。王侍郎也太有的放矢了。臣只是大胆猜测，
这满朝文武会用左手写字的，的确不止郭侍郎一人，有动机伪造此信的，却只有他。公尚书之事在即，他二人相争礼部尚书之职，满朝皆知。传郭侍郎吧。郭侍郎，看看吧。蓝侍郎真是糊涂啊！太后和圣上对你何等体恤，你竟以怨报德，真是令人心痛啊！郭侍郎，你先别着急心痛。刚才公尚书已经检验过了，此信疑点甚多，这是左手字迹，并非蓝侍郎手笔。老夫人，臣是会用左手写字，可臣绝没有写过这封信啊！王侍郎，你暗指我构陷蓝侍郎，有何证据？老夫人，臣在检查韩嫣小产之事时，还发现了一桩密文。这韩嫣胎中的孩子，就是你郭侍郎的。郭侍郎，此事是否属实？老夫人，他就是信口雌黄。老夫人是问你和这女子的关系，臣与她毫无关系。是吗？臣与此女子素昧平生，内人乃是中书令之女，温柔贤淑，与臣琴瑟相携，京城皆知。臣也一向洁身自好，怎会与这种出身贱籍的青楼月宫缠家不清？我为你赴汤蹈火，这就一笔勾销了吗？你休要信口雌黄，随意攀咬。我堂堂礼部侍郎，怎会看上你这种奸计？奸计？我是奸计？那你送我的琵琶，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上面还有你亲笔题的诗。我小产后你叫来的郎中，可否也叫来让大家看看？我跟你的关系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老夫人，民女有罪。民女方才做了伪证。什么伪证啊？民女方才指认蓝大人全是栽赃陷害，是郭大人指使。我何时指使过你？他与蓝大人相争礼部尚书之位，知道自己论才华、学识都低人一等，便心存愤懑。趁您来看戏之际，栽赃蓝大人通敌叛国，今夜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。郭侍郎，老身微服出宫看戏，你都知晓，你这手可真够长的。太后，臣冤枉了，臣根本就不知道您要出宫看戏，更没有陷害过蓝侍郎。蓝爵，你就算对我怀恨在心，也不用下如此狠手吧。郭侍郎，蓝某才是苦主，今日之事都是无妄之财。你算什么苦主？时辰不早了，老身乏了，剩下的事情移交刑部处理吧。太后，臣冤枉啊！太后，蓝爵，你个歹毒小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夜这出大戏，还真是跌宕起伏啊！臣谢太后还臣清白。只盼你把入朝时的誓言牢记心中。臣时刻不敢忘。
大人料事如神，果然还有一封血书。凶犯留下字条说：“今夜子时，招儿醉醒。”他送第2封血书的时候，距离此时还有1个时辰，依旧未提我亲笔密信之事。可知子时已至，还会有第3个动作来告发我。好在大人及时解围了。收。是。3更喽，平安无事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我刚找到火烛，就发现了护甲油的线索，好像答案就在那里等我一样。这不就是所谓的循线而上吗？你别说，他们家的护甲油还真管用。方才我这儿个批了，问贾老板要点护甲油涂上，这不一会儿功夫啊，我这手指头硬得跟木棍一样。你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你刚才说护甲油刚涂上，一会儿就干了。嗯。哎，张兄，你去哪儿啊？张兄，张兄，你这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发现火都时，距离案发已经2个时辰，护甲油还是没有干。啊？这说明是刚被人涂上去的，韩岩不是真凶。不是真凶？张兄，那谁是真凶啊？大人，怎么处置？先带回府。是。贾老板，求求您救救知夏妹妹吧，她发癫越来越严重了。快去看看。贾老板，哎，小柿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火烛，那证物啊被刑部收走了。那人呢？那还有人啊？案子查清了，人都散了。查清了？对呀，就是那个郭大人勾结韩嫣陷害蓝大人，还说是什么通敌叛国，那都是骗人的，子虚乌有。好了好了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啊，不奉陪了。郑兄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难道我又被蓝大人骗了？啊？知夏姑娘，知夏姑娘，他怎么了？被戏台上那一幕吓到了，一下变成了这样。知夏素来胆子小，跟谢好关系又好，两人一向是以姐妹相称的。他头上的味道好像是和平时不大一样。知夏姑娘，你头由哪儿来的？和平人一样吗？不要！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烫成那样了，你就别吓唬他了。他头有的味道和谢好的一样。你是怀疑他跟谢好的死有关？可是没事，这姑娘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不怕，我有办法。别怕。这个碗终于见你用了。这叫水气。公子这是？此书名叫镜花水月，可以和知夏姑娘内心沟通。
知夏姑娘，请看水面。谢豪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别怕！你现在经历的，都是由心魔生出的异象。救我！救我！你仔细看看，这些火是从哪儿来的？有人在那盏灯上做了手脚，用火珠聚光，点燃了谢好姑娘的头发。知夏姑娘，这个世上没有鬼神，也没有天火，这些只是你心里生出的恐惧。我在哪儿？在你心中。我也助你去除心魔，让你定性凝神，回归至真至纯之境。知夏姑娘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若你定心回忆，就能还原当时的现场，或许我们就能找到杀害谢好的真凶。谢好姐姐。谢好姐姐，到底是谁杀害了你？
看你是谁？换了你头油瓶吗？换头油？我今天早上出门匆忙，根本就忘了带头油。什么？谢好姐姐，我今天忘了带头油了。整天稀里糊涂的，拿我的用吧。我今天用的是谢好姐姐的头油。之夏用了谢好的头油，难道只是巧合？有没有其他人也用了谢好的头油？我不知道，我当时用完就直接还给姐姐了，然后我们各自梳妆准备。你耳朵怎么了？这血痕很新。这是最后一幕，身边一个5阶的水袖打到了我一下，但水袖柔软无锋，怎么会划出伤口？那是我。是他。就是他。你脸上伤口是铃铛上的流苏画的。奇怪，手配铃铛是上一幕戏服上的，我幕间换装的时候应该摘掉的，为何他还留着？摘铃铛换戏服要多久？我们一刻不停地换，才勉强赶上时间。因为这铃铛是用壁箍挂在手上的，很难摘。难道他没换上场的戏服，而是直接把下场的戏服套在了外面？他为了节省时间，利用这个空档溜出去，把谢瑶杀了。那这个武姬是谁？这个位置上是黎娘，4个耳洞就是黎娘。她出生在剑南道，他们那儿的风俗，女子幼时就要打4个耳洞。他就是杀害姐姐的凶手。怎么可能？他平时人可好了，会不会他只是偷懒没有摘铃铛呢？他甩袖那一下，力道同平常一样吗？不太一样。当时谢瑶身上已经着火，你也用了同样的头油。若是碰到火星，你也得遭殃。他借机推开我，是为了救我。只有凶手知道头油被动了手脚，他救了你，就说明他就是真凶。黎娘，我是该恨你，还是该谢你？黎娘现在在哪儿？案发后，他也吓得不轻。王大人安排手下带他去看郎中了。知夏现在怎么样啊？他没事儿。陈轴，把我手机收好，等我回来。
莫文，今夜多谢，但这门查案有损你京城第一神探的名号，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名号纯属虚荣，怎能与你身家性命相比？多亏有你在，这我不好独占功劳。今夜破局者，主要还是靠你自己。若非黎娘送来的第二幅血书暴露了真凶的来历，我也想不到。大人，不好！刚才有个乞丐送来一幅血书，上面写着“通敌密信，祸心暗藏，自成父业，恬不知愧”。自成父业，恬不知愧。直射的已不只是我的密信，还包括父亲的往事。对方认定父亲当年通敌，导致南征军全数被歼灭。时隔那么久，除了我，还有什么人会对此事耿耿于怀？此人一定与当年的南征军有关系。只知道是位年轻姑娘，让她今夜亥时把血书送过来。是位年轻女子。这梯子呀，只有我们戏班内部人知晓，且是戏班中人。莫文，你方才查戏班中人的宫宴，是否有位年轻女子与南征军有关？回想刚才我调查时，戏班中的确有个剑南道来的武姬。再深入一查，此人果然就是南征军的后裔。想来，他一定是潜伏已久，伺机复仇。他先是偷了珠子，杀谢浩，放血书，不但要我死，还要让我在死前身败名裂。此人既如此精心筹谋，想必绝不会允许计划失败。这倒让我心生一计，可借力使力。凶手韩嫣已经认罪了。好，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至此，今夜在半月楼掀起腥风血雨的凶犯，终于现出真身。他知韩嫣不是真凶，却认罪伏法，如此一来，岂不前功尽弃？所以他必须尽快取出珠子，将我的密信公诸于众，以反转案情，置我于死地。而我只需要让旭东盯着他，便能人赃俱获。若非他步步如你所料，今夜这场戏你可就唱砸了。珠子是黎娘的最后一招，事已至此，他无其他计可下。接下来更棘手的是，今夜案子要破，又不能把黎娘交出来认罪，我只能逼韩嫣配合我，另起一出戏。但要让他同意与我一唱一和，就得先让他看清郭允的真面目。那个郭允自作自受，要不是他对韩嫣这么狠毒，我们也找不到突破口。这个韩嫣还真是水泼不进，针扎不穿啊！我俩一路披荆斩棘，被一个青楼女子给呛住了。当时虽然没能击破韩嫣，但我再看那包保胎伞，突然明白一件事：郭颖为人薄情寡义，又碍于岳父的颜面，不敢开罪正气，他怎可能如此贴心，替外室保胎？你的意思说郭允在这保胎伞里边动了手脚？你方才说，这保胎伞里的干姜是郭允专程为你加的，是。这便是他害死你孩子的证据。这保胎伞里大半的干姜，其实都是白鸡，二者相似，不易察觉。这干姜换成了白鸡，若是有孕之人服用，极容易引起小产。不可能，郭郎不会害我，是你挑拨离间。真相如何？你自己尝尝便知。
都说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为何如此狠毒，竟能面不改色，害死自己的亲骨肉？若姑娘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今日便是惩戒她的好时机。事成之后，蓝某定助你改头换面，离开这伤心之地。蓝某希望姑娘考虑清楚。大人想我怎么做？若想让太后相信这出戏，韩嫣不仅要咬出国运，还得咬得一波三折，肝肠寸断。至此，还差最后一步，恰好可以让张平来完成。今夜太后已对我起疑，唯有让局外人抓住凶手，才能打消太后疑虑。走，去找贾老板。我趁张平去找贾老板，让人在火柱上做了手脚。之后，张平沿着我留下的线索，锁定了韩嫣。与此同时，许东把犀角柱里的密信更换成假的，放入了韩嫣房中。而韩嫣则在太后面前，按我们提前对好的说辞认罪，假意指认我通敌叛国，点出珠子的下落。他通敌的罪证，就藏在一颗犀牛角做的珠子里。现在在何处？我屋中榻下。若非你急中生智，加上那个愣头青张平配合，今夜你就凶险了。如今危机四伏，行事自需小心。这韩嫣终究是个可怜人，她的事儿就拜托给你了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安排人送她出城。裴之，那这黎娘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先押回府再说。他能设这么大的局阴你，绝不是吃素的，务必小心。先走一步。
旭东，旭东，旭东，蓝大人和丽娘呢？糟了，蓝大人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快醒醒！速去刑部通知王大人到中文港增援。是。中文港，南征军的一关中。待长剑细写轻功，手身离兮心不正。中港强兮不可临，魂魄一兮为鬼雄。蓝爵，你认得此地吗？仙客中意，刘公会闻之墓。我知道你所为何来。你认为南征军冤死战场，是我父亲通敌所害，但此事另有隐情。我父亲刚正不阿，绝不会叛国。那南征数万大军又是怎么惨死的？家父刘文曾是剑南节度使，我自幼跟随他在军中长大。父亲的袍泽教我骑马、射箭，传授我武艺。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家人。8岁那年，南境告急，我父亲忠心护国，率军御敌。但他们整整几万大军奔赴疆场，却一个也没回来。这一切都是被你父亲所赐。我为他们收尸的时候，漫山遍野的饿狼在啃食着他们的尸体。他们每一个都被啃得面目全非，连一句全尸都凑不齐。而我只能寻回几件衣物，埋在这衣冠冢下。今日，我要以你的血为祭，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。分开找。如果不是你父亲，此刻南征军众将士或卸甲归田，子女成患。而我将挽强弓，降烈马，与父亲驰骋沙场，谈笑沙地，而并非像现在这样背负着仇恨，漂泊半世。夙夜折服，只为今日。
爹，这杯血酒几碗了？男爵，被弃置荒原，饿狼啃吃是什么滋味？你想感受感受吗？今日我也让你尝尝这滋味。居然追到了这里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们了。是挺不好找的，这地儿太大了。你也同那谢好一样，是蓝爵的走狗。我不是为他来的，我是有个线索没弄清楚，必须问清楚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火烛上的护甲油，到底是谁涂上去的？是你还是他？我当时被关着，可没这么长的手。那就是你了。是我让旭东涂的。你为何三番五次利用我？今夜我要脱身，必须找一个假的凶手给太后。只有你来破案，太后才不疑有他。哼，阴险狠毒，火如乃父。你问完没？问完赶紧滚！好，马上走。张平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像你这种人，自然不会有人舍命救你。别痴心妄想了。但人我还是得救。他是有错，但该不该死得由官府说了算，不能以私刑了结。既然你想跟他一起上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。还记得吗？这是你烧谢好用的松脂油。问完没？问完赶紧滚！好，我马上走。张平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但人我还是得救。一起去死吧！张平，
张平，张平，张平，南镇区书馆英烈，今日是受人叛徒。裴之，蓝大人，大人，不要杀他！怎么？怕我死得太痛快？宁死不屈。待长剑洗血清宫，守身离兮心不诚。中刚强兮不可令，魂魄一兮为鬼雄。他临死之前也看向此处，可见是虎死守丘，带马一封。冢内医馆便是他的亲人，能葬在此处，也算是有个魂归之所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莫问，中魂港的事儿，还望刑部上下守口如瓶。裴之放心，今晚过后，没人再提黎娘2个字。张平的伤势如何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暂时处理了。大人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留着是个麻烦，倒不如带回府里，但把他看紧。是。昨夜半月楼一案，现已查明，此案乃礼部侍郎郭允构陷同僚蓝侍郎杀人栽赃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请太后圣上裁决。就知道郭允不是个东西。朕说过，要在朝中寻一左撇子，好学会左手拉弓，还专程问过他，他不承认。这是欺君，必须严惩。蓝侍郎，没惊着你吧？启禀圣上，臣无碍。他定是看你文弱，觉得你好欺负。依朕看，要不你也学朕狩猎，锻炼锻炼。谢圣上垂爱。郭允恶德劣行，着革去官职，发原籍为民，永不录用。臣遵旨。礼部只有一个侍郎了，蓝侍郎，谨慎行事。臣定不辜负朝廷所托。臣有事启奏。启禀太后圣上，臣身为司天监监正，苦心钻研数载，终于设计出一座举世无双的魂象仪。此魂象仪以流水为动力，
时刻报时，昼夜一周，运行1年，误差也不过在弹指之间。可诸圣人，执掌天时。他这是要搞什么名堂啊？劳民伤财啊！柳太傅，你有疑义？臣不敢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交由监正督办此事，尽快兴建。礼部和工部全力配合。遵旨。此案总算暂告段落。伤好些了吗？并无大碍。听我去劝，你爹的案子先别再追了，等过了这段风声再说。我入朝10年，蝇营狗苟，不就是为了查清此事？当年我爹的罪状中，言之凿凿，说是南童许以重礼，承诺封王封地。若真有此事，南童王不会不知情，也无需隐瞒。只要见了他，便会知道真相。我知道，你与南童独李斯往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穿针引线，引出正主。但是这条路凶险异常，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10年了，军中朝中我查了个遍，一无所获。我也别无选择。不是都说有个异域女子带着你爹南下，此人呢？都说他是南童的细作，但关于他，我是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。可惜20年前战败后，我朝与南童断了通商来往，只有礼部尚书可领朝贡之责，出使南童。要不然，你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，非跟那个郭远明争暗斗了。既已选择这条路，便是百死不悔。今日为官之祸，全当是个意外。他日3目加身，才世俗本分。打住！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怕什么？不是还有你在吗？大人，张平他突然不行了。大人，张兄，大夫，张平他这是虽然受到刀伤，但也不至于此。老夫行医这么多年，从没有见过此等病症。唉，我看还是早点准备后事。张兄，一个刘文，再加上把这面瘫给变卖了，刚好能凑一个棺材盖儿。石东，差人选一副上好的棺材，将他厚葬了吧。是，大人。谢梁大人，谢梁大人。张平也算与本官有缘，
他的身后事就由本官料理吧。谢谢蓝大人。天妒英才，可惜了。你生前执意要弄清我为何投朱，我不妨如实一告。那朱中的确有一封我与南通独立司往来的亲笔信，但我并非通敌，只是想打探20年前的一个真相。我有我的苦衷。你虽几次三番将我置于险境，但阴差阳错，也多亏了你，救了我的性命。你性格刚介耿直，但水至清则无鱼。若有来世，愿你不要如此耿介。陈兄，
你是人是鬼？江兄，你这是？我每次施展完镜花水月术之后，都会昏睡2日，不足为奇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情况闻所未闻呢。无事便好。张平，你便在我府里休养吧。栾大人，何事？这个世上没有李娘这个人了吧？死在忠魂岗上，他父兄母间，也算是死得其所，免了心绪的折磨。那半月楼里的知情者贾老板、知夏姑娘，也皆被你们封口了吧？欢场营生，谨言慎行，本是立身之本。既然线索都被栾大人断了，那死无对证，我便告辞了。大人，您养了多年的金鱼被人喂死了。小鱼啊，你说我张兄命运怎么这般坎坷呀？陈公子，你朋友不行了。你自己看吧。渔夫不知饥饱，有食就吃。你为了这么多，活活把我家大人养了5年的金鱼给撑死了。对不住啊，方才一时情急，这金鱼哪里买的啊？我赔给大人。你知道这金鱼值多少钱吗？10两，100两，这么贵？对，就是把我全家老小卖了，我也赔不起啊。罢了，我府中刚好有些活计，需要苦力，你来做工抵债，如何？要我在蓝府洒扫庭院，还是下厨催煮？只要蓝大人不嫌弃就行。这100两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你家可有人能陪你一起以工抵债的吗？这个事情因我而起，我陪陈秋留下打工还债。难得你兄弟情深，那剩下的就由旭东来安排。遵命，大人。谢蓝大人。刚出门就发现2条金鱼吃翻了肚皮。陈愁之前一直在鱼缸前流连不去，心想这不正好借故把他2人留下。眼下事情才刚解决，若他2人出去把话传开，难保不再起风波。让他们一时半刻无法脱身便好。是，大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柴房就归你们管了。这些都得批完，一定要批整齐啊！我家大人的吃食是十分讲究的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当然住柴房。
张兄，都怪我，还连累你困在此处。我要是不留下，你得干到下半辈子。这些活分明要干10几天呀！果木宜熏烤，松木宜爆炒，栗木宜炖肉。这儿也有。蓝大人来了。嗯。张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同的饭菜要用不同的柴火烧，这样味道会更好。蓝大人，张兄的意思是，他在劈柴和洗柴之余，秉持着对饮食一贯的细心钻研，发现呢，这不同的饭菜和不同的柴火搭配起来也有其门道，所以呢，就将这些柴火做了分类，以便于提升蓝府的餐食品质。原来如此，甚好，甚好。张平，本官只知道你好探案，没想到这杂役做的也是如此有天分，在这柴房也是如鱼得水啊。还好。那本官还要谢谢你了。当然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大人若觉得满意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这么多的柴火，就凭你们2个人，几日就劈完了？蓝大人，请看，这便是张兄打造的劈柴神器。张平，你来演示，我来解说，默契点儿。只要把木材放进神器内，这个框架便会将木头框住，使其活动范围变得很小。哐当一锤子下来，木材底部将会瞬间接触到斧头上，便会1分为2。张平，你再多来几次啊，让蓝大人看看什么叫做效率。蓝大人，这个便送给您了，您服了以后接着用，既省力又高效。当初说干柴房的活抵债是按天数算的，你们才干了几天呀？好意思抵100两吗？可是你们之前说，蓝大人，您府里还有什么活，尽管吩咐啊。速速跟来。不是。从今天开始，蓝府的茅厕也都归你们管了。什么？让我们刷茅厕？哎，张兄，我怎么感觉蓝大人故意在整我们呀？赶紧干完活离开吧。
这几日张平安生了不少，一直跟着陈愁努力干活呢。正好磨磨他的性子。一个来，再来碗。真不错。怎么跑到后厨来了？一个来，正好喝。排队，都有。你给我尝，好喝吧？再来一碗，比我的水还好。大人，蓝大人，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做粥。蓝大人，近日天干物燥，这大米味甘性平，恰好能补中益气。我特意为您留了一碗，正准备给您送过去，您尝尝。坐吧。张平，这枣香甜可口，你怎么想起做粥了？啊，我发现茅厕如厕用的是斯帕克宣纸，塞笔用的是大枣。按说丝缎当蔽体，纸张当书写，食物当果腹，我觉得你们都用错了。所以我把斯帕克宣纸换成了竹片和粗布，把大枣换成了蚕茧，最后把换下的大枣煮了这粥。你干嘛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张平，你如此羞辱我们大人，是不想从蓝府的大门走出去了？为何是羞辱？我自己也喝了2大碗，要不是为了给您留，我还想再喝1碗。柴房一事后，我的确猜到了，您是故意设计把我留下。您的那些手段我不感兴趣，能够揭发您的证据我也没有了，您不必花费心思在我身上。但若下次再碰上，我还是会查。你既认定我居心叵测，又为何在中魂岗折返救我？当时您是受害者，我不能眼看黎娘杀人犯法。这世上还有你这种人，本官也是第一次见。也罢，只要你保证进口不严，其他的一笔勾销，你便可以走了。您欠我的5文面钱得还我。您把这钱还了，咱们就彻底两清了。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你惦记的却是这5文钱。给他5文。还差1文。嗯。哦。蓝大人，告辞。
佩芝啊，佩芝，你说是爸请我喝茶，可让我好等啊。莫问见谅，刚料理完昨夜的事儿。张平的事情解决了，暂且落得清静。我看到张平，就想到了10年前的你。曾经我年少时可不曾像他这么直愣。不直愣，不直愣，你我能够相识？烧饼，哎，公子，来一个吧。拿这个。啊，这是我们家公子赏你的。请留步。这是我给你家公子补衣衫的钱。哪儿来的穷酸？不识抬举！敢挑衅当朝太尉的公子，你这叫不值了。不过，要不是因为这枚铜板，咱俩也成不了朋友。王大人，请喝茶，请喝茶。喝茶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对张平还挺欣赏的。我只不过是看不惯他的执拗，想看他低头而已。不过，也不得不承认，那小子的确有点本事。后来我去半月楼善后，从贾老板的口中听说，那日张平折返回去，很快就用奇术找到了真凶。什么奇术？你还记得那个发癫的舞姬吗？当日张平给他施了一个叫什么“镜花水月术”，说是可以让人关照内心，回忆重现。果然，他就从记忆中发现了蛛丝马迹，找到了真凶黎娘。回忆重现？你不是一直在找当初带你爹走的那个女人吗？有了这般奇术，或许可以让你想起更多细节。那叔先走了，你们抽时间啊，去我那吃羊肉羹啊。好嘞，我走了。没有。蓝大人也来泡汤。我有事找你，刚去了你家，他们说你在这儿。我们之间不是已经两清了吗？蓝大人，有什么事儿咱们还是回家里说吧。嗯。郑兄，你书拿反了。你可知郭允现下人在何处？安利应该流放到了剑南、岭南或者七喜。我是罪臣之子，他捏准了我的死穴，极力栽赃。我若不还击，下场只会比他凄惨100倍。我对朝堂之事不感兴趣，大人有话直说吧。实不相瞒，今日前来是听闻你会奇术，可使人重现回忆，想来了解一下。没问题，大人。我是孤儿，当年师父捡到我的时候，这水气就在我身上。我虽记不起儿时的事情，但却对他亲近无比，好像天生就能和他相互感应。
但我并不知道此书起源在哪儿。镜花水月是我师父起的名字。师父说，此书能让人在水月镜像的虚虚实实中窥见本心。当然，有什么事情需要用此书探究呢？我想请你帮我找出一个人。张平，你若不愿帮我，我也不勉强。我倒没什么，只是这个事情要看大人自己的意愿。此话何意？如果收了镜花水月书，就等同于对我坦诚心扉，所有秘密毫无保留。若我另有眼中，无法坦诚了，那镜花水月是没有用的。罢了，你今日全当我没有来过。大人，哎，干嘛？气走了。这位小姐总可以了吧？歌声曼妙，听得我如痴如醉。这还不行？哎，这到底什么样的才艺才能打动她呀？是啊。酒，我的酒呢？这华生太能喝了，酒都送来好几车了。哎，他到底要画什么呀？听说他要从全京城的官家小姐中选出一位才艺兼优的，画到自己的封笔座上。啊，全京城？瞎聊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把酒送上！酒来了。华生，都整整1夜了，家人们争奇斗艳，你赏了30余场，酒也饮了数十坛，可这画儿怎么还是一笔未下呀？啊！什么企业？一个个了无生趣，伟岸俄戏，白见过。这笔俄戏卷，世上仅此一幅，将就画上去，岂不糟蹋了这笔卷？哎，咱们华圣今日的封笔之作，怕是一幅白卷喽。下一位。户部尚书之女楚启儿，为韦先生献舞。请问，
是呀，后世佳作呀，后世之作呀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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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楚小姐，你赢了。小姐。对。小姐没气了！这怎么死了呢？怎么动不动了呀？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在戏台边上。去找他，问清情况。眨眼人就死了。是，这死状还这么诡异。难道是被恶鬼摄了魂？哎，刑部的人来了！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！
刑部办案，封锁现场。白鹤在。现场发现了疑犯吗？大人，还没。不过，在场宾客说，楚小姐死得蹊跷，像突然被恶鬼摄了魂，定了身。恶鬼定身摄魂，纯属无稽之谈。死因是什么？这中毒，瞳孔放大，指甲发乌，是中毒的现象。什么毒这么诡异，竟能瞬间致死，还让死者皮肤硬化皲裂？还有别的发现吗？虽说你对勘验有些天分，但毕竟还差些火候。看到这个烟气了吗？既然表演使的是烟术，凶手可以在烟里下毒。现场表演的时候确实烟雾缭绕，但如果烟里真有毒，不可能只有楚启儿死了，其他人却没事。问一问便知。魏先生，请问，刚刚楚启儿表演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感到不适？小的刚才喂酒流，没察觉什么。小的只是来送坛酒，就退下了。那就问问在场的其他人。我刚刚问清楚了，此案棘手，他也没想到会搞出这么大动静。我们得谨慎行事。他还说，恐怕留下了能指向自己的证物。尽快处理。是，是否先告知王大人那边一声？这次不能再拖累他。来，都退让一下。张平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肯定又要坏事。你们是一起来的吗？我去轰他走。后台有看到可疑的人吗？我先拖住他，你尽快去处理那件事，一定要避人耳目。是。看完表演，我有些头疼，我头晕脑胀的，还有些心悸。有其他可疑之处吗？楚启儿跳舞的时候，着实诡异的很。是啊，我看到四周的景象就像是在流动一样。这烟块里果然有蹊跷。白鹤，去查一下这烟块的来历。是，三位小姐，请随我走吧。听起来更像烟雾里加了致幻药，但致幻药并不致死。都没开始查你就知道？我还没有定论。你这叫没下定论，抬杠。莫文，佩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本是来凑凑韦先生封笔的热闹，不成想遇到这种事儿。哦，张平也在啊。这不是上次在半月楼让这小子给搅和了吗？我就干脆给他叫来，看他是否真的有本事。如果我赢了，他就老老实实入我麾下，也别进什么大理寺了，名号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黑雕。那若是他赢了呢？难不成你也要入他麾下？这小子口气还挺大的，说他面摊少一个烧水和面的，反正我不是卖面的命。正好佩芝，你来做个见证，免得这小子都输了耍赖。若真是要比试的话，你刑部人多势众，
张平只身一人，你若是赢了，怕也是胜之不武。不如我加入张平一伙。此主意甚好。我可以自己查。你小子别不知好歹，今夜现场不是名门闺秀，就是达官显贵，你一介布衣，查得懂吗？就让裴之帮你吧，免得我赢了你不服。白鹤，烟的出处查清了没？大人，蓝大人，问清楚了，这烟术是从西域胡人那传来的，而且为了表演效果奇异，会加入致幻药助兴。还真让你小子给说中了。不过这西域的节目，楚小姐怎么会？是从一个叫胡言仙人的杂耍艺人那儿学来的。哦，楚小姐的烟块，也是胡言仙人所制。找一个懂药性的郎中，查一下这烟块的成分。是。其他口供都录全了吗？都差不多了。蓝大人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话不要说得太满。楚琪儿的死状异常，绝非普通毒物所致。究竟是什么毒，这么凶狠？楚琪儿的妆脸，这应该是头饰。这是。这又是什么？若真是毒物致死，凶手也不至于把证物留在现场，坐等着被发现。张平，这楚启儿的花店不对啊！楚启儿额上的花点明明是牡丹，但这梳妆台上的却是芍药。难道凶手是在花店上下的毒？事发之后，怕留下线索，又将有毒的花店换走了？确实不同。都处理了。行事务必要小心。刚才张平险些发现你在暗区，被我使计绊住了。哦，多亏大人，属下大意了。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？结果如何？刑部的人验过了，花店无毒。无妨，我们可以再寻其他线索。谢过蓝大人，但是我还是让自己查。请便。官家小姐的妆脸都一一检查了，凶犯到底怎么下的毒？暗区。刚才的光是从这儿发出来的，有新土，难道井盖刚刚被人打开过？
胭脂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大人，郎中已经查验过了，楚小姐的烟块中含有曼陀罗花粉，大大超出了普通剂量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应致死。现场的其他人都安然无恙。郎中还有其他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难道他们给楚乞儿还加了其他药物？对，你倒提醒我了。曼陀罗和其他药物共同作用，毒性会成倍增加。王大人，有新发现。这些胭脂是我在梳妆台旁的暗渠孔中发现的。3楼的胭脂上面有一个明显的圆形印记，应是原来的胭脂盒，后来被人收走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刚才我问那些官家小姐，都说没人掉过胭脂盒。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说明他们当中有人撒谎。如果只是掉了一个普通的胭脂盒，大方承认便是，何必遮遮掩掩呢？这胭脂一定有问题，极可能和凶案相关。有道理。你不是跟本官打赌谁先破案吗？你告诉本官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只想尽快知道真相。既然你告诉本官这么多，公平起见，本官也不藏私。刚才郎中已经检验过，烟块中的曼陀罗大大超过了致幻剂量，胡烟仙人的嫌疑最大。那这胭脂怎么解释啊？说不定掉胭只是更早之前的事，现场众人确实不知。但是我刚刚检查花店的时候，分明看到暗渠口中有火光一闪而过。暗渠口下有火光，还有谁看到了？眼花了吧？收队！收队！把他们全部带回刑部。快走！走！大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只拿走了胭脂盒，没留意暗渠里还撒了些胭脂，更没想到火折子发出的光，竟被张平瞧见了。此事你被我搪塞过去，莫文也必在深究。你速去查后，不要让张平再查到更多胭脂的线索。站长，有毒！啊，对了，你跟王大人打赌碰案那事儿，我都听说了。那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怀疑，这胭脂跟命案有关。没毒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京城各大赌场都为你俩开注了，王大人赢10赔1，你赢1赔10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为你压了80个铜板，你不会让我赔本吧？不好说。陈昭，我尽力。哟，张平，王大人还查胭脂呢。我打算再去废花阁看看。别折腾了，案子本官已经破了，凶手就是胡烟仙人。证据呢？舒淇儿死时脖子上坠满了这种铃铛，猜怎么着？
里面塞满了羊池除花。羊池除花本就有剧毒，与曼陀罗合用，可使人丧失知觉而亡。能使人瞬间致死吗？死后，皮肤也是硬化皲裂吗？要不然你找人试试。反正这羊池除花毒死一头牛是没问题了。证据确凿，本官抓人去了。本官就知道赢的一定是我。大人英明，我就知道这个张平啊不是您的对手，是不是大伙儿？对，大人英明，吾辈开国。大人英明。教兄，你不是说去飞花阁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王大人已经查出真凶了。啊！曼陀罗5钱，配羊蜘蛛3钱，即可令人昏死颤抖。曼陀罗5钱。羊蜘蛛3钱。陈州，陈州，在这儿，陈州，陈州，陈州，帮个忙。教兄，我押出的那80个铜板，是我们下个月的租子。过不了几日，咱俩就得露宿街头了。或许还有转机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你要帮我个忙。要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就在前面，快！快！教授，这个东西真的能把咱们那个租子弄回来吗？有可能。好。叔兄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跟江兄下个月还有房子住。楚且是在跳舞的时候，一瞬间僵硬而死，而老鼠从中毒到毒发大约要1刻，而且楚且是浑身僵硬而死，老鼠是抽搐而死，两者死状截然不同。所以呢？所以，王大人搞错了，又或者想对楚且下毒的不止胡言仙人。江兄，1赔10啊！咱们这800个铜板有希望了。真是轻敌了，中了这妖人的毒针，可不，差点是在他手里了。松开我！还想阻止我咽气？杀人了不知悔改，还拿这玩意儿毒老子，活腻歪了！楚仙儿为了逼我脚踏我的独门阴术，他害死我女儿，这种人就该死！我杀了他怎样？只恨我没有把他千刀万剐！押进去。松开我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松开我！等一下！王大人，张平，我家大人刚抓完犯人中了毒，能不能让我家大人休息一会儿？佩芝，甘草汁可解曼陀罗花之毒，
裴师，还劳烦你跑一趟。你我之间说这些，便是见外了。听说胡言仙人认罪了，那是自然。那，你与张平的探案竞赛，果然是你赢了。张平，什么时候来我刑部报道呀？如果不喜欢黑雕这个名字，自己挑一个。王大人，其实我想说，大人不仅断案如神，还如此高风亮节，实属我辈楷模。大人威武，我辈楷模；大人威武，我辈楷模。本官最不爱听这些阿谀奉承之词。王大人，胡言仙人是下了毒，但真正害死楚启儿的另有其人。张平，你这样就有点过于胡搅蛮缠了吧？胡言仙人已经认罪，这么简单的一桩毒杀案，到底还有多少凶手？或许胡言仙人也以为自己毒死了楚启儿，但是我在家中做实验，发现老鼠服下曼陀罗和杨枝树的确会死，但是死状、毒发时间与楚启儿完全不同，这说明毒死楚启儿的是另一种毒。人属毕竟不同，这死状有异也是自然。况且，这方剂之学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你用药不知剂量，不论配伍，这死状与毒发时间，当然也不一致。但再怎么说，死状也不会差异如此之大。还有，那个暗渠里的胭脂。张平，怎么还扯胭脂呢？不是没有关联吗？但是张平，你还有别的论据吗？如果没有，胡言仙人也认了罪。我作为见证人，公道的说一句，这竞赛是你输了。难道堂堂一个读书人都没有认输的气量？不是你这莫文，依我看，案子可以结了。不行，疑点还没解开，不能草率结案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你这小子，认个输有这么难吗？这不是输赢问题。若是王大人不查，我自己查。胭脂既没有毒，却偏偏那个时间出现在暗渠里，到底有何作用？我看到的火光又是怎么回事？胭脂没毒，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哎，小张平，小张平，这孩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胭脂没毒，还能有什么作用呢？干嘛的呢？干嘛的呢？张兄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？这几个时辰了，一碗面都没卖出去，你还能揉面揉得如此淡然自若，张兄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一碗都没卖出去？你抄面的漏勺都没拿，能卖个鬼啊！哎，张兄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想开一点嘛。输赢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我不是冲你，我是气自己没抓住凶手。可不是嘛！我本想接个写戏本的营生，把咱们的珠子都补回来，跑遍了京城大小的戏院，谁知道，不仅活没接成，还受到了一番嘲笑，说我写的戏本都太过胡闹，他们根本就不懂。大不了就露宿街头吧。啊？或者我多卖2碗面，多挣点钱回来。张兄，你知道你今天自己把面摊摆在哪儿了吗？这是咱们摆面摊的地儿吗？
我最近想案子想得太入迷了。哎，不过陈守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我吃你面都吃那么久了，现在连做梦都是你的面味儿。别说在这个地方了，你就算搬到哪个犄角旮旯，我都能闻着面香找过来。闻香，暗渠四通八达，如地下迷宫，井盖一模一样，想要找到特定出口并不容易。那胭脂，香味浓烈持久，难道是给凶手闻香变味用的？我得去趟胭脂铺。掌柜的，请问这胭脂是你们家的吗？不是我家的。那你能帮我看看这胭脂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这个你到底买不买？不知道。我都把京城的胭脂铺问遍了，为什么每家都告诉我不知道？这我哪知道呀？这个呢，不过是寻常的胭脂，京城每家胭脂铺都有，谁知道是哪家卖出去的？多谢。小公子，喝碗茶吧。多谢。请问，您是在做胭脂吗？对，我家常给京城的胭脂铺提供鲜花，我耳濡目染也学了点儿。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，这个胭脂是哪家的呀？看不出来。不过这胭脂有些特别。哪里特别？做胭脂时通常要加点明矾固色才久，但你看这胭脂，腐之极去，定是没加明矾才会如此。那这种胭脂肯定不好用啊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女儿家皮肤娇嫩，这明矾又是刺激之物，有些人用了会皮肤红肿，所以很多胭脂店都会卖这种不加明矾的胭脂。很多？那这胭脂也很常见，也很好分辨吗？那是自然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更何况那些专门卖胭脂的。看来有人知道我在查胭脂，故意把胭脂铺的掌柜们都收买了。郑州，陈叔，怎么样？咱们组子还有希望吗？可能有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。你不是京城包打听吗？你帮我查一下，参加比试的官家小姐中，谁的肌肤最敏感，不能用添加明矾的胭脂。啊，这个好说，我就让你瞧瞧我京城包打听的厉害。快点啊！热乎的馄饨，哎，教官，来一碗吧，这都有。热乎的馄饨。张兄，打听着了，比试当日，官家小姐们请了个妆面铺子，派出10几位淑娘为他们梳妆。但我听老板娘说，只有玉珍小姐肌肤敏感，当日是自带的胭脂。玉珍小姐，对呀，就是礼部尚书的孙女儿，龚玉珍啊，她可厉害了，她精通各种乐器，筝笛、鼓箫、琵琶、琴瑟就没有她不会的。而且她长相甜美，是入画圣封笔制作的，
不二人选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在比赛前天突然宣布退出，转而去给楚启儿做了伴奏。而且我还听说，自从那日飞花阁比试之后，玉珍小姐就再也没回过家。礼部尚书的孙女，怎么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知道我在查胭脂的，除了刑部的人，只有蓝大人。一直有意无意引导王大人查胡言仙人的，是蓝大人。那天在飞花阁误导我的，也是蓝大人。张平，楚启儿的花店被调换过。蓝大人，他干嘛插回进来啊？难道蓝大人是为了包庇宫尚书的家眷？怎么是你呀？我还当着张平呢。中计了。如果蓝大人真的插手此事，那他一定知道玉珍小姐的行踪。我去盯着他，或许会有线索。宫小姐，